最近，欧洲哨兵2号卫星传回最新图像，林肯号航空母舰它回来了，就在距离伊朗海岸仅约192公里的地方。3月1日，伊朗曾发射4枚导弹，划破天际，直冲林肯号，霎时间火光四起。伊朗妄图用这4枚导弹击中林肯号，那时他们曾大张旗鼓地宣称，我们重创了林肯号，美国不堪一击。一时间谣言四起。可短短1个月时间，林肯号便毫发无伤地回归战场，杀他个回马枪。这让伊朗当初的夸夸其词变成了跳梁小丑，怒怼在伊朗家门口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，靠伊朗的实力能否穿透宙斯盾防护网？为什么航母要后撤到1000公里外？对美伊战争的走向会产生怎样的影响？明明伊朗说爆炸声震天响地，可如今甲板却照旧起降飞机。今天就带各位走进这艘传奇航母林肯号背后的故事。要搞清楚这个问题，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：林肯号到底是一艘什么样的船？它不是一艘普通的航母，它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，也是一座浮动的军事基地。1989年11月11日服役，到2026年已经36年，它依旧是美国海军最核心的打击力量之一，满载排水量10.2万吨，是全世界第一艘突破10万吨大关的军舰，舰长超过333米。比3个标准足球场首尾相连还长，飞行甲板最宽处76.8米，上面停满了各型战斗机，全舰编制5680人，有自己的医院、邮局、消防队，甚至还有电视台。林肯号船员曾坦言，没事的时候还会去电影院组织观影，足可见其设施完备和齐全。动力系统是2座核反应堆，理论上可以连续航行20到25年，不用加燃料。这么说吧，林肯号就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移动国土，并且这艘钢铁巨兽永不疲倦，你就说牛不牛？但光有块头还不够，这艘航母更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它几乎参与了美国近30年来所有重大军事行动。1998年，美国驻东非大使馆爆炸案后，林肯号奉命前往一线，不到1小时就向阿富汗和苏丹的目标发射了近100枚战斧巡航导弹，开创了航母不对称作战的新模式。这还没完，2001年后，林肯号被紧急部署到阿拉伯海，为阿富汗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。在一次部署期间，林肯号的飞行员1个月就飞了近1600架次作战任务，几乎每天都在轰炸基地组织的阵地。接下来登场的是他参与过的最硬核战役——2003年伊拉克战争。当时林肯号正在进行常规部署，突然接到五角大楼的直接命令，他二话不说，调转船头冲向波斯湾。在2003年3月19日到4月10日这最关键的3周里，美军3艘航母一共投下了超过300万磅的炸弹，光林肯号1艘就投了近120万磅，占美军投弹总量的近40%。打完之后，时任总统的小布什专程跑到林肯号甲板上，就站在写着任务完成的横幅下面，宣布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，发表演讲。你没看错，连胜利演讲都是在这艘林肯号航母上宣布的，足可见林肯号在美军战斗中的重要地位。这还没算完，2004年印尼海啸，林肯号又赶赴苏门答腊，为灾区提供紧急救援，被当地灾民称为上天派来的天使。2010年海地大地震，林肯号再次出动，运送救援物资，派出直升机转运伤员，又一次扮演了海上人道主义旗舰的角色。从波斯湾到印度洋，从阿富汗到伊拉克，从反恐战场到救灾一线，林肯号不光是一艘航母，更是美军全方位实力的展现，可谓是上得战场，下得民心。就这样一艘传奇航母，伊朗用了些小伎俩宣布重创后，仅用1个月便满血回归，甚至还进行了升级补给。想拿它怎么样？它回来了，就代表着美伊战争的平衡将彻底打破。有的观众可能就会问了，就算林肯号回来，对战局又有什么影响呢？万一伊朗再发射一轮导弹，航母是不是还要后退？那么我们就一起客观地分析一下，伊朗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去伤到林肯号。实际上，伊朗总吹牛说他们的导弹多厉害，射程1000公里，速度能达到16马赫，号称2枚就能重创一艘9000吨级驱逐舰，听起来挺唬人，对吧？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你导弹再厉害，也得看打的是什么。打一艘9000吨级的驱逐舰和打一艘10万吨的航母，这完全是2概念。林肯号这座庞然大物根本就不怕这种蚊子般的打击。
尼米兹航母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各种反舰武器的威胁，舷身两舷处增设了隔舱系统，在机库、弹药库、指挥中心这些最重要部位的顶部和两侧加装了63.5毫米厚的凯夫拉装甲。凯夫拉是什么？是美军防弹衣用的材料，强度是钢铁的5倍，关键部位再加63.5毫米厚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基本就是把航母最脆弱的地方用防弹衣材料包了个严严实实。而且这还不只是贴层皮那么简单，整个舰体额外增加了6000吨的装甲重量，机库甲板以下全是水密结构，哪怕被击中，某些舱室进水也能在最短时间内封闭隔离，不会波及全舰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美军航母的设计遵循的是冗余生存原则，简单说就是关键系统全都有备份，坏了一个还有备用的顶上，不管是核反应堆、发电机组、弹射器、通信链路，它都有备份。就算伊朗导弹真的能打穿装甲，顶多瘫痪其中某一个子模块，整艘航母依然能继续运转。再加上美军那套被称为氪金损管的防火救灾系统，从二战太平洋战场一路进化到今天，说它是全球最强的航母自救系统一点不夸张。这就好比你拿一把小刀去戳一头大象，疼是可能会疼一下，但想让大象倒下门都没有。那有的观众朋友会问了，航母往后退了1000多公里，这不是心虚吗？不，想必见多识广的观众朋友们可能都会猜到，这招叫做诱敌深入，示敌以弱，也就是兵法的一种，给伊朗这帮落后小国一点自信，再让他们在膨胀中露出破绽。当时在遭遇袭击后，2026年3月2日，位于阿曼湾以东约1200公里处的林肯号后撤至阿拉伯海中部，距离伊朗海岸约1100公里处。本以为伊朗能做出什么大动作，结果只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小把戏。就在4月11号，欧洲哨兵2号卫星成功捕捉到了林肯号的最新位置，距离伊朗海岸仅约192公里。看到了吗？林肯号不仅没跑，反而杀了个回马枪，直接怼到了伊朗家门口了。你不是说我跑了吗？你不是说我被重创了吗？我现在就站在你眼皮子底下，你倒是打我呀！用你的200万的导弹想想办法呀！看见没有？这就叫战术。为什么林肯号航母敢这么骑在伊朗脸上这么玩？因为他的身上不仅穿着防弹衣，头顶还有一个叫宙斯盾的超级保护伞。林肯号从来不是单打独斗，他的身边永远跟着一大群保镖。2026年1月25日，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抵达中东时，护航编队包括莫比尔湾号导弹巡洋舰和3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。这几艘驱逐舰和巡洋舰每一艘都搭载着宙斯盾防空作战系统。在2026年2月3日，林肯号在阿拉伯海距伊朗南部海岸约500英里处航行期间，一架伊朗沙希德139无人机试图逼近林肯号偷袭，直接就被美军的 F-35战斗机击落，轻松化解伊朗引以为豪的无人机攻击。F-35还只是宙斯盾防护系统的冰山一角。宙斯盾系统具体有多牛？简单说，它能同时跟踪几百个空中目标，能在几百公里外就发现导弹发射的尾焰，然后指挥驱逐舰发射标准3、标准6拦截导弹，在大气层外就把伊朗导弹给肢解掉。标准3拦截导弹一发近1000万美元，专门拦截弹道导弹。伊朗那几枚导弹刚起飞，这边预警机就已经看到了，然后命令驱逐舰发射拦截弹。你的导弹还在天上飞呢，这边拦截弹已经怼上来了。3层防空网层层递进，最外层是 E2D 预警机，中圈是宙斯盾舰发射拦截弹，内圈是密集阵近防炮，每分钟4500发炮弹扫射。根据东方媒体报道，此次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有限，一共才发射了4到6枚导弹，连第一道防线都穿不过去。有的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，航母那么大，万一有漏网之鱼呢？就算真有漏网之鱼突破了宙斯盾，飞到了航母身边，还有最后一层防御。林肯号自身搭载的密集阵近防炮，每分钟4500发炮弹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弹幕，任何靠近航母的东西都会被撕成碎片。这还没完，光有防御还不够，美军还有更大的牌在往桌上放。据美国国防官员2026年4月13日透露，美军将会在中东地区部署16艘军舰，包括林肯号航母、11艘驱逐舰、3艘两栖攻击舰和1艘滨海战斗舰。更劲爆的是，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非洲近海航行，随时都有可能赶赴中东参战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布什号将携手林肯号、福特号航母战斗群，在中东部署3航母包夹态势。这3艘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
加上10几艘宙斯盾驱逐舰和巡洋舰，数百架各型舰载机，上千枚战斧巡航导弹，就算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进来。3航母的出动效率是单航母的好几倍，可以同时对伊朗数百个战略目标进行全方位饱和打击。伊朗那点反舰导弹和无人机，就算全拿出来，在这种碾压级别的火力密度面前，也只能是当炮灰的命。美国在航母编队的部署上确实展现了世界级的能力，跨区域、多兵种、满状态投入，这不是哪个国家随随便便就能复制的。所以，伊朗想靠几枚导弹去想挑战航母战斗群，真的想太多了。聊到这儿，我不禁想问一个问题：伊朗为什么不造一艘航母来跟美军对打？答案很简单，造不了。伊朗这种小国根本就没这个实力。造航母这件事，它不是你有钱就能搞定的。伊朗的造船工业连5000吨以上的驱逐舰都造不出来，更别说10万吨的核动力航母了。这不是看不起谁，这是客观事实。那俄罗斯呢？俄罗斯海军唯一的一艘航母库兹涅佐夫号，这老家伙可是传了2代人，人走船还在。从2017年进场维修，到2025年正式被封存，快10年了都没修好。说白了就是报废在仓库里，不好意思说。前苏联的手艺到了普京手里全砸了，一点没传下来，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俄军现在手上已经没有能打仗的航母了。欧洲那边，英国有2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，排水量7万吨左右，但问题是，一艘航母能配多少 F-35B？ 满打满算也就20来架，连林肯号的一半都不到。更何况按照传统，到了下午他们还得停火茶歇呢，根本谈不上战力。法国有一艘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，但排水量只有4万吨，连林肯号的一半都不到。这要是开到林肯号面前，就像个吉娃娃一样可爱吧。这要打起来，只能发挥2战时期的传统异能了吧。欧洲下一代航母计划更是遥遥无期。再看看美国，11艘核动力航母全是10万吨级的超级巨兽，而且更关键的是，尼米兹级还在服役，下一代福特级已经在路上。福特级航母搭载的 AEB 型核反应堆使用寿命可达50年，相当于全寿命周期内不需要更换核燃料，拥有理论上的无限续航能力。福特级的电磁弹射系统小于2分钟就能弹射一架战机，显著优于蒸汽弹射的效率。而且不仅能弹射 F-35C， 还能弹射小型无人机。伊朗引以为傲的无人机战术，在美军面前不过是丢纸飞机的小孩罢了。福特号发电量是尼米兹级的3倍，为未来加装激光武器、电磁轨道炮等高能武器预留了充足的电力升级空间。舰载机出动率比尼米兹级提升了 33%。 那有的观众朋友就会问了，那福特级还没完全形成战斗力，美军这不是自废武功吗？要不还是说我们的观众朋友懂得多呢？提出的问题总在关键点上。不过就结果而言，我认为事实却是恰恰相反。福特级脚踏实地的成熟过程，正是只有大国才拥有的试错成本。美国海军有底气，一边让老尼米兹撑着战线，一边让新技术慢慢调试。换做其他国家，一旦换代断档，整个海军战斗力就会出现真空。而美军呢，宝刀未老的林肯号在前线大杀四方时，新技术就已经蓄势待发。等到福特号技术彻底落地，那将会是跨时代级别的战力碾压。伊朗连航母的边儿都摸不着，俄罗斯连苏联时期的老古董都修不好，欧洲一个像样的航母编队也凑不出来。而美国的下一代航母马上要落地，新技术已经在美军的2040海军转型计划中陆续列装林肯号航母，这就是差距。至于航母后撤到1000公里外，那叫战术性调整，是为了让 F-35飞得更安全，炸得更爽。如今 F-35C 从林肯号甲板上弹射起飞，搭配 EA-18G 咆哮者的电子压制和 E-2D 鹰眼的空中指挥，伊朗那套号称坚不可摧的防空系统迟早要被撕得粉碎。从1998年射出的第一枚战斧，到2026年逼近伊朗192公里的生死线，林肯号用半个甲子的时间证明了什么叫世界最强航空母舰的存在。伊朗那几枚导弹和无人机想上林肯号差得远呢。硬实力这种东西不是你喊几声就能喊出来的，每一战局的走向依旧在美军的掌控当中。航空母舰昭示着移动军事基地的战场统治力归来，林肯号会向全世界证明每一战争的胜利果实唾手可得。大家觉得伊朗面对强势回归的林肯号还有招架的余地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各位宝贵的看法。如果喜欢这期硬核分析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收藏、转发。咱们下期再见。